是什么样的一部电影不烧脑，却能够让剧情多重反转再反转，不看到最后一刻，你永远不知道凶手究竟是谁。今天就给大家盘点一下这部经典之作。小美开着车正在往家乡的路上赶去，一阵风袭来，却将她后座的衣物吹了出来，而地上的鞋子也将导致一场事故的发生。随着雷雨天气的出现，眼镜哥带着妻子和儿子也恰好经过此处，可很快他就因为爆胎停了下来。下来的眼镜哥就发现是因为一只高跟鞋将轮胎扎了个大窟窿，于是他赶紧准备换上备胎，妻子为他打着伞避雨。这时车里的男孩敲起了玻璃窗，母女此时手对手秀起了温情的一幕。可很快悲剧的一幕便发生了，一辆疾驰而来的车辆瞬间将他撞飞了出去，被撞飞的妻子大动脉很快流出红色液体。而就在刚刚，司机尼克正在送女明星前往片场，可因为女明星要求尼克从包裹拿某样东西时，他一个分神，却不幸将眼镜哥的妻子撞倒在地。尼克也是打算立刻拨打救援电话，可这大雨天气导致手机直接没了信号，他们只好驱车来到了最近的汽车旅馆寻求帮忙。眼镜哥第一时间让老板打救援电话，可不幸的是，就连座机电话也打不通，因为在他们到来之前，小美驾驶的车辆在路上却遇到大水洼，因为过不去，她打算掉头回去，在倒车时却不幸撞到了电线杆，导致通讯受损。尼克只好将女明星安置在了汽车旅馆，自己则驱车去医院寻求帮忙。可不料没走多久便遇到了往回赶的小美，她的车因为刚刚撞击和大雨天气直接就抛锚了。尼克带着她准备一起去医院，小美将前方有水洼的事情告诉了他，尼克也顾不了这么多救人要紧，可车在进入水洼前便陷了进去。而这时的后方又来了一对新婚夫妇，几人只好折返回了汽车旅馆，准备在这里休息一晚。为了防止眼镜哥妻子失血过多，尼克对他进行了紧急缝合处理，因为尼克曾经就是一名警员。而住进旅馆内的新婚妻子却感受到了一股寒意袭来，一名探长正羁押着一名重囚犯也来到此处，探长将囚犯铐在卫生间管道上关了起来，因为听闻有人受伤，他也赶来了查看。尼克则问探长警车上的无线电能不能用，探长也无奈表示并没有信号。女明星为了寻找手机信号，拿着手机跑了出去，很快他就发现一处方向有了一个信号提示，他随着这个方向向前走去，可这时一股危险的气息正在朝着他袭来，转身原来是一块破旧的招牌发出了声响，可当他再次转身时，随着尖叫声响起，女明星当场领了盒饭。正在休息的尼克却敏锐地察觉到了异常，他跑了出来查看情况，地上出现了女明星的首饰品，引起了尼克的注意。他沿着方向看去，发现正在摇晃的铁门，尼克走了进去，发现洗衣房传来动静。进来的尼克并没有发现异常之处，可直觉告诉他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。他打开洗衣机准备挨个检查，这时他发现另一头的洗衣机发出了沉重的声响。好奇的尼克打开后，他发现了女明星的衣物出现在此，可当他掀开衣服时，女明星的头颅竟也在里面。他意识到了情况不妙，而这时听闻动静的老板和探长也追随到了这里。眼前的情况直接吓坏了两人，探长还在里面发现了10号房的钥匙，这正是探长所住的房间。几人瞬间就明白了什么，当他们赶回房间时，罪犯却已经逃走不见了踪影。看来女明星正是遭遇了他的毒手。探长和尼克将所有人聚在了一起，以免他们出现意外情况。两人则出去追捕罪犯，可这时的老板偷偷溜出去准备偷走女明星的钱包，因为在女明星进入旅馆前他就动起了歪心思。而这对新婚夫妇此时却争吵了起来，新婚妻子感觉这里是危险之地，吵着要离开此处，丈夫赶紧来劝阻她。新婚妻子准备收拾包袱走人，她还告诉了丈夫一个秘密，其实她自己并没有怀孕，这也是两人结婚的主要原因，只是因为妻子的朋友看见她有了不检点的行为，她想要以这种方式将丈夫留在身边，可现在想一想却是多么愚蠢的一件事情。两人为此争执了起来，新婚妻子不想与其争吵，躲在了卫生间将门反锁，丈夫则解释是他的朋友在挑拨离间，气得丈夫直接狠狠开始砸门，可还没过多久外面就安静了下来。当新婚妻子准备出来查看时，外面一把拿着刀子的黑影朝着她走来，她吓得连忙关门，好在她有惊无险将门锁住，自己则从窗户跳了出去，却恰巧碰上了赶来的探长。探长和尼克冲进了房间，却发现新婚丈夫已经倒地领了盒饭，他们以为是罪犯又一次进行了作案，可另一边的罪犯却在忙着逃跑。当他经过一道沟渠后，来到另一边的他发现了一排房屋，他赶紧跑了进去躲了起来，可等他往窗外看去时，发现自己又回到了汽车旅馆。 What the hell? 这时窗外的探长发现了他的踪迹，朝着这边赶了过来。 Oh shit! 探长一拳就将罪犯放倒，尼克很快也赶来了帮忙，两人将其五花大绑了起来。探长准备继续用无线电联系外面，有着职业习惯的尼克打算去取证拍照，他们留下老板看守罪犯。尼克意外发现新婚丈夫身上也留下了房门钥匙，他找到了探长，觉得事情非常的蹊跷。可这时看守罪犯的老板却跑了出来拿东西，当探长赶回来查看罪犯时，罪犯嘴里却被插入了棒球棍，导致当场领了盒饭，而棒球棍正是刚刚老板所持的自我保护武器。探长和尼克很快就将嫌疑转向了他，可老板一顿解释并不是自己干的，两人对着他一顿质问。房间的备用钥匙也只有老板才有，就连他拿着的盒子里面都是女明星的钱包，种种迹象都指向了他。眼看是跳进黄河也解释不清楚了，
老板立刻抓住了小美，想要自保。小美也不是善茬，直接朝着老板腿上来上一拳，被打得连连后退的两人不幸撞到了冰箱。小美无意中打开了冰箱门，里面竟出现一具冰冻的尸体。探长和尼克一看都懵了，老板趁两人还没反应过来，转眼已经溜了出去。等两人出去时，他已经启动了车辆准备跑路。这时眼镜哥听闻动静跑出来查看情况，可不曾想他的儿子也跑了出来。眼镜哥看见情况不妙，赶紧冲了出来，却被车子撞了个正着。他当场就领了盒饭。老板同样被尼克和探长绑了起来。这时的老板开始解释冰箱尸体的原因，因为他在赌城输了个精光，走投无路的他意外来到了这个汽车旅馆加油，却发现没有人在此。他在办公室发现老板早已经领了盒饭，而这时外面有着旅客来投诉。身无分文的他便打起了主意，假装老板收去了房费，然后再将老板的尸体放在了冰箱。本意的他只是想等待着老板的家人来找他，可后面却发现根本没人来找，于是他顺理成章成了这里的老板。而女明星的钱包也只是他贪图钱财。面对这样的解释，探长根本不信，可尼克也觉得非常的蹊跷。新婚妻子更是告诉他们，这里以前就是一块墓地所在地，难道是那些不干净的东西做的？究竟谁是凶手，让大家陷入了一头雾水？探长这时发现眼镜哥的妻子面目异常，在确认一番后，可以肯定他也已经领了盒饭，可本就被车撞过的他已经奄奄一息。大家并不觉得有什么奇怪，直到探长发现房间钥匙同样出现在此处，几人瞬间觉得毛骨悚然。他们赶紧来到了眼镜哥被撞的地方，在他身上同样发现了房门钥匙。尼克也感觉这里是不毛之地，他让小美赶紧带着新婚妻子和小男孩开车先离开此处。新婚妻子带着男孩率先上了车，可还没等小美赶来，车子却直接发生了爆炸。等他们将火源灭掉时，他们却惊奇地发现两人连尸体都不见了踪影。意识到情况不妙的几人回去查看其他人的情况，却发现所有尸体都诡异地消失了，就连那些痕迹都抹得一干二净。几人看到这样的情况，瞬间就崩溃了。小美更是表示自己下个礼拜马上就30岁了，自己就是想回老家种个地就这么难吗？老板此时提起了自己也是下礼拜生日，大家才发现原来几人都是同一天的生日，包括那些已经消失的人都是同一天出生的。尼克还发现这些人名都带着各个州名。一头雾水的尼克想要搞清楚什么状况时，他耳中突然传来奇怪的话语声音，转眼他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。原来刚刚都是尼克幻象出来的事情，眼前出现的正是他的治疗医生。尼克有着多重人格分裂症，汽车旅馆出现的所有人代表着尼克的不同人格，因为他原本的样貌根本就不是汽车旅馆中的任何一人，尼克也只是他现在意识存在的人格之一。而在不久前他在邪恶人格存在时犯下了6起谋杀案，现在他面临着法官的控诉，将被处决。医生认为这是尼克其中一重人格做出的事情，其他人格并非那么邪恶之人，而现在他也不是那邪恶人格的存在。如果执行处决无意义，将会是一个善良人的噩梦，也并没有惩罚到那重邪恶人格。医生为了向法官证明尼克确实有着多重人格，他给尼克吃了药物，将所有人格聚集在了一起，而医生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让他消除掉邪恶人格的存在，这样才能让尼克摆脱法官的控诉。根据刚刚发生的事情，医生让尼克找出背后的邪恶人格，尼克却不相信他们所说，可转眼便又回到了汽车旅馆世界。他才意识到刚刚医生所说的一切很可能是真的。而这时的大雨和雷暴导致汽车旅馆直接断电，探长找到了电闸想要查看情况，可却发现根本看不清。小美在来到警车上寻找手电筒时，却在手套箱发现了一份档案，档案上的照片瞬间就吓坏了小美。原来罪犯有2人，探长也是其中之一。真正的探长在押送他们时就已经被杀害，而他则假扮成了探长，两人还玩起了 cosplay。小美很快就在后备箱发现了真探长的尸体，假探长同时也发现小美知道自己的秘密。小美急忙寻找尼克，想要将此事告诉他，可却不料假探长已经盯上了他。好在身后的假老板出现，将其砸晕过去。当两人准备离开这里时，假探长却来了个回手掏，假老板当场就被送走，领了盒饭。小美见状趁机逃离此处，在转角处她遇见了尼克。得知真相的尼克也打算亲手终结这场人格噩梦，两人拿着枪开始互相对射。一顿激战过后，双方纷纷倒地，领了盒饭。汽车旅馆只剩下了小美存在，而回到现实本体的尼克流下了眼泪。尼克身体内只剩下小美人格存在，邪恶人格被消除后，足以证明小美人格和犯下谋杀案人格的尼克完全不是同一人。最后，医生的证词得到了法官的认可，尼克将被送进精神医院去治疗。可在赶往医院的路上，医生本以为自己治疗方案已经成功，而尼克人格世界中的小美也回到自己家乡种起了果园，似乎是一个完美的结局。可接下来的反转却让人始料未及。小美在施肥时，却在地上发现了自己所在汽车旅馆住的房牌号。转身，小男孩却拿着武器出现在身后。原来小男孩才是汽车旅馆的真凶，所有的事情都是他所做的。而这个全程一句话也没说的男孩，
迷惑了所有人，甚至包括医生本人也未曾想到，尼克多重人格中有着更加邪恶的人格存在。随着小美也领了盒饭，男孩人格便占据了身体。看着尼克表现得极其不舒服，医生打开了保护网，却是他犯的一个致命错误，他瞬间就被勒住了脖子。随着车子在摇晃中停下，本片的故事也到此结束。医生的忽略导致他也遭遇不幸。毫无疑问的是，只剩下男孩人格的尼克也难逃法律制裁。尼克为何有这么多人格，都一一对应了他小时候的童年不幸遭遇，其中还有很多细节也值得让人推敲。最后的反转更是将本片拉到了一个新高度。总之，此片不失为一部经典之作。